乌特种部队狂扫俄阵地，多方向重创俄军，狂轰大型炼油厂，月产量下降100万，俄能源体系再遭重创。乌军炮火封锁，俄坦克燃料告急，库尔斯克后勤瘫痪，克里米亚失守在即，第聂伯河再度成为命运枢纽。神秘集装箱运出以色列，乌军空中与2栖作战，迎来大跃进。法国扣押俄影子油轮，德国军机遭神秘袭击。乌克兰战场各方向持续激烈交火，在苏梅方向前线，乌克兰第73海军中心特种部队成功清除了敌军长期占据的阵地。士气低落的俄军企图撤退，并试图带走阵亡士兵遗体，同时在现场遗留了手机等物品。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多次摧毁俄军装备与人员，导致俄军损失惨重。另外，最近俄罗斯国防部声称夺取了波克罗夫斯克南部的乌达赫涅村北部，但 ISW 9月30日发布的地理定位视频予以否认。画面显示，乌军依旧在该地区稳固防线，并持续向前推进。在多布罗皮利亚方向，乌军逐步消灭被包围的俄军及增援部队，该地已成为俄军坟场，仅此方向损失就超过3000人。同时，乌军利用战机对俄军指挥所、弹药库及集结点进行持续空袭。俄乌双方还共同证实，俄军 BOSS 排高级中尉萨姆布伊斯马蒂耶维奇在战斗中阵亡。他出生于唐努乌梁海，是首届达达斯坦 MMA 锦标赛冠军，并在自由式摔跤等赛事中获得多次冠亚军头衔。最近在战场上还出现了一幕令人错愕的画面，几名俄军骑着马匹对乌军阵地发起冲锋，这一古战场般的景象引发外界关注。过去几年，俄乌战场上出现过摩托车、高尔夫球车、电瓶车、滑板车、自行车等另类机动方式，如今连骑马也被搬上前线。然而，在无人机与狙击枪主导的现代战场上，骑兵冲锋显得格格不入。与此同时，乌军在装备摧毁方面也继续取得战果。在赫尔松地区，乌克兰武装部队成功摧毁了俄军最新部署的反无人机雷达站 Repinik。该雷达原本能够探测超过250架无人机，并在15公里范围内跟踪其飞行动态。前一天，乌军复仇女神营在扎波罗热与卢甘斯克方向摧毁了4门朝鲜制造的170毫米鼓山重炮。还有消息指出，在俄乌战争持续升级的背景下，双方军队中叛徒现象频出，严重影响战局。近日，有消息指出，俄军第36独立摩托化步兵旅惨遭内部泄密，关键集结时间与地点被泄露给乌军，导致俄军数百人伤亡。据悉，涉事的前中尉 Lev Stopnikov 自2023年底抵达前线后，便与乌军保持通讯，进行泄密行动。据分析， Stopnikov 毕业于军事通讯学院，被分配至第36旅第2营通讯岗位，掌握部队集结信息，并将其中一次核心情报提供给乌军，直接导致第36旅和第115旅长在袭击中殉职。半年后， Lev Stopnikov 更进一步，正式投奔乌军阵营，并在节目中公开分享其投奔经历，成为俄军公开难以饶恕的叛徒。他还宣称将加入反俄组织俄罗斯志愿军。俄军内部叛军与正规部队的拉锯战仍在持续。俄乌战场正不断延伸到俄罗斯腹地。最新消息显示，乌克兰特工与俄境内的武装组织联手，深入到距离前线超过600公里的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成功实施了一起定点爆炸。根据诺尔报告披露，他们将炸药安置在俄特种部队一名中校指挥官的汽车上，并远程引爆，当场造成该军官及2名助手身亡。斯塔夫罗波尔地处俄罗斯内陆，距离乌克兰超过660公里。此类深入敌后的袭击，再次印证了乌方在俄境后方的渗透力和破坏力。类似行动并非孤立，近年来，乌克兰情报网点多次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核心城市现身，凸显出俄罗斯纵深防御的脆弱。另外，乌克兰无人机部队 AH 再次针对俄罗斯后勤发起打击，这次袭击目标是敌方用于运输沙赫德攻击型无人机的关键铁路线路，将叶拉布加工厂与前线战区的运输通道彻底瘫痪，
有效削弱了俄军的无人机投送能力。几乎在同一时间，俄罗斯能源体系再遭重创。位于亚罗斯拉夫尔的炼油厂发生大火，现场浓烟滚滚，火球冲天，远处都能清晰可见。该厂位列俄罗斯5大炼油厂之一，年产能超过620万吨，距离乌克兰边境约700公里。此次袭击导致 VT6 真空蒸馏装置严重受损，恢复时间遥遥无期。尽管俄罗斯当局将事件描述为技术性火灾或例行演习，但这一事实难以掩盖其能源损失的严重性。除了炼油厂，乌克兰无人机还袭击了苏霍多尔纳亚泵站及其附近输油管道，使古比雪夫利西昌斯克主输油管道2处起火。过去24小时内，俄境内炼油厂、泵站、油库、防空系统及发电厂均遭袭击，损失进一步加剧。据俄罗斯媒体 RBK 报道，目前俄炼油产能已损失 38%， 约每日33万8千吨原油。自8月以来，乌克兰无人机和导弹已袭击超过20家炼油厂，包括基涅夫、梁赞等大型设施，导致国内汽油产量下降约100万吨，汽油短缺达到 20%， 约40万吨日。受制裁影响，炼油厂维修和设备更新可能需数月甚至数年时间。袭击还波及油气管道，原油运输受阻，炼油产品输出受限，俄罗斯能源经济面临系统性冲击，前线军事行动也直接受到影响，燃料短缺导致装备运转受限，摩托车缺油甚至让骑马成为新的进攻手段。同时，美国持续支持乌克兰远程打击，乌克兰自主操作国产无人机进行袭击，打击几乎不受限制。38%的炼油产能损失意味着俄罗斯国内燃料危机加剧，民众信心受挫，通胀压力上升，经济承压。由于汽油供应紧张，出口受限，民众与运输车辆争抢有限燃料，加剧了道路上的拥堵和社会焦虑。有视频显示，在莫斯科至喀山的 M12 联邦公路上，理论上每150公里应有一个加油站，但沿途已有超过130辆车排队等待燃料。别尔哥罗德和库尔斯克地区，乌军稳守已占据阵地，不断给俄军造成损失。乌克兰总参谋部10月1日发布战报称，乌军远程炮兵对贯穿库尔斯克的 M2 克里米亚公路实施了连续72小时的全域封锁，这条连接莫斯科与黑海的战略要道彻底瘫痪。据悉，绵延数公里的俄军油罐车停滞在公路上，车身覆盖炮火烟尘，驾驶员被迫躲入掩体。共有约200辆运油车成为动弹不得的靶子。此次封锁的关键装备是乌军新列装的 RCH-155轮式自行火炮，搭载155毫米 L52加农炮，配合火山精确制导炮弹，可覆盖 M2 公路的关键桥梁与隘口。其依托 Boxer 8×8装甲车底盘，可行进间射击，以100公里每小时高速机动，极大降低被俄军反炮兵雷达发现的概率。此外，乌军还可能配合国产赤杨 M2 火箭炮进行侧翼封锁，形成双重火力叠加，使俄军试图派装甲车突围的行动屡遭挫败，伤亡超过30人。M2 公路的瘫痪意味着俄军南部战线的后勤动脉被切断。这条公路承担约 80% 的燃油与弹药运输任务，每天有超过300辆运油车往返。封锁持续3天，前线坦克燃油告急，部分 T-72被迫停在阵地。更严重的是，区域交通网络连锁崩溃，库尔斯克2级以下公路损毁率已达 68%， 铁路运力下降 83%， 原本依赖公路短途接驳的装甲运输车被迫绕行数十公里，暴露在乌军无人机打击范围内。驻守苏贾地区的俄军部分部队甚至出现食物短缺，士兵被迫削减口粮。俄军过去48小时内尝试空袭和巡飞弹反制，但由于乌军炮兵机动性高，探测系统完善，收效甚微。后勤体系脆弱，临时调派部队协同混乱，使乌军能够在安全距离持续输出火力。前线士兵抱怨，我们能看到炮弹飞来，却不知道该向谁报告坐标。随着封锁持续，两大危机正在发酵，一是滞留油罐车存在连锁爆炸风险，二是南部战线可能因补给中断出现收缩。俄军若想打破僵局，需迅速调集铠甲 SM 防空系统，构建低空防御网，
同时动用伊斯坎德尔导弹摧毁乌军炮兵阵地。然而，乌军已宣布增派2个炮兵营巩固封锁线。这场后勤绞杀战的胜负，可能决定库尔斯克秋冬战局走向。近日，在与当地抵抗组织高加索解放运动协作下，乌军情人员在斯塔夫罗波尔地区实施了一起定点爆炸，摧毁了一辆俄国民警军车。车上包括一名被描述为先锋特种部队指挥官在内的数人当场被炸亡。情报机关对细节保持缄默，但此类跨境暗杀与渗透行动显示出乌方情报与当地反抗力量之间的联系正在加深。更值得注意的是，克里米亚方向的压力持续上升。9月30日夜间，乌克兰特种部队成功摧毁了部署在当地的一座 S-400配套雷达站，使得该防空系统在短期内丧失态势感知能力。这些一系列行动并非孤立，乌方通过无人机与特种突袭，正系统性削弱俄军在克里米亚的防空与后勤能力，为未来更大规模的打击或夺回行动创造条件。军事观察者注意到，乌军同时在发展远程与水下打击手段，从对黑海舰队飞机、桥梁与关键海域目标的持续威胁，到展出的托拉卡大型水下无人艇，据称具备远程与大载荷能力，都表明乌方在为打击克里米亚的关键设施做长期准备。在国际舆论与策略层面，英国前防长本、华莱士等人公开主张对克里米亚采取更具杀伤力的远程打击，以让克里米亚变得不宜居住为目标，通过打击政治象征与后勤枢纽，迫使克里姆林宫付出代价。另外，最近第聂伯河岸对峙的攻防战骤然升级，宽达3公里的河面再次演绎着生死线的残酷逻辑。乌军苦心经营的防线在短短3天内被撕开缺口，俄军避开重兵把守的渡口，转而突击防御薄弱的河段。工兵连夜抢修浮桥，装甲集群在空军火力护航下迅速渡河，15万兵力席卷而来，态势让人想起2战德军强渡第聂伯的场景。要知道，第聂伯河不仅是天然屏障，更是后勤博弈的试金石。谁能稳住补给，谁就能立于不败之地。俄军在浮桥防护、弹药补给和东岸高地火控上发力，试图巩固桥头堡；乌军则坚持以火力带兵力，用无人机与远程炮击切断俄方后勤链。俄军的3板斧是火箭炮饱和覆盖、快速架桥与制高点监控，乌军则依靠深层掩体、多层伪装和特种分队前渡侦察。无人机实时修正火力，反炮兵雷达秒级锁定目标，使得任何暴露都可能意味着毁灭。外界认为，普京的目标不只是跨河作战，而是借第聂伯河撬动更大的地缘优势。掌控这一流域，就等于握住乌克兰60%以上的工业与农业命脉。若再拿下敖德萨，乌克兰将彻底失去出海口，沦为内陆国。日前，一架乌克兰安124运输机被目击降落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装载并带走一只无标识的40英尺集装箱。这一集装箱此前出现在以色列爱国者防空阵地附近。尽管乌克兰与以色列均未对此公开说明，但结合泽连斯基此前证实的以色列向乌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的说法，外界普遍推测此行与防空系统交付或转运有关。另外，在华沙安全论坛上披露的最新军援动向显示，乌克兰空军迎来新一轮重大装备更新。副防长加夫里柳克宣布，首批鹰狮战机即将交付，并将在未来陆续接收更多的 F-16和幻影2000。他强调，鹰狮不仅能与预警机协同作战，还具备在公路上起降的机动能力，特别适合部署于前沿阵地，预计将大幅提升乌军的空中作战与快速反应能力。瑞典也于9月30日再次向乌克兰移交18门弓箭手自行榴弹炮及18门其他火炮。这类高端武器单价远高于传统系统，显示西方在强化乌克兰精确打击与远程火力能力。北约计划在乌克兰西部部署防空系统，拟将部分覆盖延伸至基辅，以拦截来袭导弹和无人机，降低俄方人员伤亡。10月1日，欧盟通过7国集团的乌克兰特别收入加速计划向乌克兰提供41欧元援助，其中21欧元
专门用于无人机生产。这是乌克兰从欧盟累计获得的第140亿欧元援助，总计划额为181亿欧元，预计剩余41亿欧元将在2025年底前到账。ERA 计划整体价值约500亿美元，其中欧盟出资约200亿美元，资金来源主要依托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收益偿还。这一安排源自拜登政府时期的贷款援助机制。美国方面，参议院提议每月将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划拨100亿美元援助乌克兰，推动7国集团及欧盟分批向基辅提供资金。还有最新消息显示，乌克兰海军陆战队正在加速重建，2栖战力迎来关键升级。近日，乌军接收美制 LCAC 气垫登陆艇，这款装备被称为2栖作战先锋，可搭载一辆 M1A1 坦克或24名士兵及75吨物资，以50节约92公里每小时高速航行，并能在70%海岸顺利登陆，其登陆能力是传统登陆艇的近5倍。对经历过蛇岛战役失利的乌军而言， LCAC 的到来能将敖德萨至蛇岛航程缩短至2小时内，大幅降低暴露风险。LCAC 服役超过30年，曾在1991年海湾战争中完成7000名士兵和2400吨装备的快速登陆任务，具备在浪高2米、障碍1.6米的海况下平稳航行能力，并能执行扫雷、伤员撤离、特种装备投送等多样任务。艇上配备2挺 12.7 毫米机枪，提供基础火力，5人精简船员即可操作。相比乌军自制的欧洲野牛气垫船 ，LCAC 更轻便灵活，适合黑海快速突击。结合近期战场动态，乌军2栖作战蓝图出现端倪，目标直指蛇岛等战略要地。LCAC 的续航力和低支水深度可支撑从敖德萨发起往返突击，同时规避水雷威胁。新老装备形成互补，高速 LCAC 搭载坦克底滩，配合无人机实施装甲加空中协同突击。作战战术可能采用低空突防和快速卸载，降低 S-400 防空覆盖风险。不过，专家指出2大短板：乌军缺乏大型2栖舰 ，LCAC 目前只能依赖岸基出发，限制作战半径。克里米亚俄军 S-400 防空系统仍覆盖关键海域，若无法短暂夺取制空权， LCAC 仍存在被击风险。尽管如此，这批气垫船的加入已显著提升乌军黑海2栖战力，配合西方防空系统和无人机，一场闪电夺岛战或在酝酿之中。有消息显示，近日法国扣押了一艘隶属于所谓俄罗斯影子舰队的油轮，现名长滩岛号。官方理由是船员未能出示有效的船舶国籍证明，并违反相关名单。油轮现被扣押在法国西北海岸附近，但外界更关注的原因是，情报怀疑该船曾被用作发射或支援无人机活动，并对包括法国在内的北约国家军事设施进行侦察。近来，多起不明无人机在北约基地上空出现，促使各方警惕。若将民用油轮改装为无人机发射或监视平台，便能在远海对岸基础设施造成实质威胁，而不需露面于传统海军战力之中。乌克兰方面也曾公开呼吁，应在波罗的海等海域限制俄油轮通行，理由即是担忧其被用作攻击或侦察用途。关于所谓的影子舰队，市场情报显示其规模正迅速膨胀。S&P 全球数据显示，过去1年内规模扩大约 45%， 油轮与天然气运输船数量约达950艘，约占全球运力的 17%。换言之，全球每月6艘油轮中就有1艘可能属于这类被制裁且行踪隐蔽的船队。这类船舶普遍船龄较高，平均约20年，因受制裁多无保险覆盖，一旦发生事故，容易酿成环境灾害。同时，改装后的潜在用途也令地缘安全风险急剧上升。除做无人机发射或补给平台外，理论上它们还能安装集装箱化发射系统，进而部署巡航导弹等武器。这种低能见度、可移动的打击平台，使得传统防御与情资监控面临新挑战。法国的此次扣押反映出北约国家对此类威胁的高度警惕。当海上民用平台可被改造成准军事或武装发射平台，国际海事规范、保险制度与制裁执行都面临严峻考验。对欧洲来说，
如何在维持贸易与航运正常运作的同时，加强对可疑航运行为的监控与应对，已成为紧迫的安全课题。另外，继摩尔多瓦、北欧多国相继出现俄罗斯特工和无人机的踪迹后，德国也首次遭遇军事挑衅。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9月30日，一架德国 C-130军用运输机从策勒机场起飞后不久，机组人员突然发现强烈闪光，并听到爆炸声。调查显示，袭击者使用的可能是类似烟花的装置。德国军警迅速赶赴现场，但至今未找到嫌疑人。虽然飞机并未受损，也没有造成伤亡，但这起事件引发了德国和北约的高度警觉。西方情报界普遍怀疑，幕后黑手可能是俄罗斯特工。就在几天前，摩尔多瓦警方逮捕了3名俄间谍，他们被发现持有类似装置，企图在选举后制造破坏。而俄方一如既往地否认相关指控。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